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夏先生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 AI 机器人能取代人类性伴侣吗？咱们这个哲学小频道啊，收到观众私信最多的选题之一就是夏老师啊，你下期选题啊就探讨探讨什么是爱吧，爱情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啊太让我们困扰了。但是呢，什么是爱啊？这个问题太大了，甚至我都觉得啊，爱的问题啊，它都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就是哲学本身。所以呢，我一直不知道这么大一个问题啊，怎么才能简单清晰的讲明白呢？直到我碰到这么一个具体的选题切入点啊，那就是我们能否和人工智能机器人谈恋爱？这个切入点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实验，能够把一个宏大的问题置于一个非常具体直观的语境之中。探讨我们能否和 AI 机器人相爱啊，其实啊，我们就可以非常具象的探讨出爱情是什么？我们追寻爱情啊，到底在追寻什么？这些我们想要在爱情里面追寻的东西，能否通过人为的方式、人造的方式、科技的方式给制造出来？好，我们这期节目就从 AI 机器人能否取代人类伴侣这个问题出发啊。你不要觉得这个 AI 伴侣是一个特别猎奇的话题啊，可以说啊，在人类最朴素的理想之中，人类发明智能机器人的原初目的啊，一是给自己干活啊，这是上期节目咱们讨论的问题啊；二呢，就是做自己的老婆。有太多的影视文学作品都反映出这是人类非常普遍的一种情节。比如说电影《它》讲的就是一个宅男爱上了一个没有身体但非常智能的语音聊天机器人，电影《机械姬》里的女机器人啊，甚至有了和人非常相似的物理身体，甚至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里面就出现了女性机器人的形象，这可是将近100年前的电影啊。另外呢，1996年央视春晚上也上演过小品《机器人去化》，蔡明老师呢就扮演了一个被郭达老师买回家做伴侣的女性机器人。蔡明啊，蔡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这样的影视文学作品太多了，不胜枚举。大家可以把你知道的片名打在弹幕上啊。你们看，这么多的作品都在说同样的主题，这个还不能揭示你们这些人类心底的小秘密吗？对不对？这就说明啊，想要通过人造的方式来制造爱情啊，一直都是人类长期以来的梦想。只不过呢，受限于技术条件啊，此前好多年一直没能制造出特别逼真的 AI 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赶上了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尤其是像 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啊，目前正处在加速发展期。现在有很多公司都在研制非常智能并且非常逼真的 AI 人形机器人啊。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啊，能说话能聊天，工程师们呢也在不断升级机器人的材质，使得机器人的皮肤和样貌越来越像人。当然啊，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看起来还是有点假，但是随着技术水平不断的发展提高，相信不出20年就能研发出用户体验非常良好的 AI 伴侣机器人了。好，我们说回来啊，其实啊，技术问题啊，它只是个小问题，它背后牵涉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大问题是，就是哪怕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AI 机器人伴侣已经非常智能、非常逼真了，你真的会爱上机器人吗？爱情真的能够人为的制造出来吗？与机器人的爱和与人的爱有本质的区别吗？人和机器有本质的区别吗？对于这个大问题呢，本期节目将会有3个派别来回答。一是主张爱是科学的科学派，代表人物是《与机器人的爱与性》的作者大卫·利维。二是主张爱是户爱的户爱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三是主张爱是自爱的自爱派，代表人物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我们会分享这3个派别对什么是爱这个问题的回答，并由此推导出他们对我们能否和 AI 机器人相爱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你来评一评他们的回答是否有道理。本期议题呢，由于它根本上是对什么是爱这么一个大问题的探讨啊，所以本期小节目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不过这短短的1个小时也很难把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完全摆得清楚，更多是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和讨论。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我们有请第1个派别科学派出场。在正式进入这个讨论之前啊，我们不得不提前做3点说明啊。第一呢，我们今天不谈和机器人恋爱好不好的问题，要不然又要扯到什么物化女性啊，什么造成社交隔离啊。如果扯太多伦理后果的话，那本期节目又会做得又臭又长。今天啊，我们就聚焦在能不能的问题上。本期节目仅仅讨论我们能不能实现与 AI 机器人谈恋爱。第二，本期节目举例子的时候啊，如果说到是男性用户使用一个女性特质的 AI 伴侣啊，这并不是说只能是男的用女机器人啊，这是为了表达简洁啊，我就不啰嗦的重复什么 he or she、him or her 了，性别互换道理是一样的。第三呢，我们今天讲的 AI 伴侣机器人啊 sex robot 啊，就像 Katy 时候说的那样，相信不出20年就可以做到非常高级非常智能了啊，无论是它的外貌还是行为谈吐都非常像人非常逼真了。
但是呢，咱也别设定的太科幻啊，就是这个机器人呢，已经和真人完全真假难辨了，就跟真人一模一样了。那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法聊了嘛。我们今天设定的 AI 机器人啊，非常逼真，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区分它到底是个真人还是机器人，你通过一定的办法还是能够区分出来的啊，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设定啊。好，做完说明，我们就正式进入探讨。第一个派别，科学派说啊，要想知道我们能否和 AI 机器人相爱啊，我们就要搞清楚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爱情是什么？什么叫做爱呢？这个问题呢，很多人以为是个哲学问题，甚至还以为是个玄学问题啊！这两个人之间怎么就爱上了呢？除了相貌上的互相看对眼啊，然后性格相合、有共同语言等等等等因素之外啊，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学因素，叫做感觉，叫做 feel， 甚至叫做缘分。你听着挺玄乎的吧？但是呢，科学派认为，什么是爱情，根本就不是什么哲学问题或者玄学问题，这根本就是一个科学问题。从科学角度来说，爱情就是自然选择为了人类这个物种能够繁衍而给人类身上设定的一种本能偏好，就是想要和异性在一起做爱做的事情，然后就能生娃嘛。而且呢，由于人类的娃比一般动物的崽更难养，需要父母双方共同投入精力，所以呢，人类身上也演化出了对自己性对象会有一种依恋感，就是想要和对方长期在一起的感觉，这样才能共同把娃养大嘛。当然了，作为精子持有者的男性会更偏向于广撒网的求偶策略，而作为卵子持有者的女性会更偏向于走更加挑剔的少而精的求偶策略。当然，由于科技在不断发展啊，可能未来娃也不用女人亲自来生呢，可能也不用爸爸妈妈亲自照料，娃也能健康成长啦。等什么人造子宫啊、基因编辑啊、克隆技术发展成熟以后，远古时代演化出来的爱情本能啊，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呢，这个进化或者演化它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就是虽然环境已经发生巨变了，但是我们人类的本能偏好啊不会立即跟着演变啊，我们还是会长期保留想要寻求爱情的本能偏好，对吧？就比如说今天的丁克夫妇，他们不生孩子，但是就是想要和对方在一起，享受那种爱情的感觉。那既然我们都搞清楚了爱情这种感觉背后的科学原理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产生这种爱情感觉的机制给制造出来，不就得了吗？与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的作者大卫利维就认为，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伴侣完全是可行的，而且步骤很简单，要让 AI 当伴侣总共分2步。第一步，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测定人与人之间相爱了有哪些共同的特质，然后第2步，我们把这些特质复刻在机器人身上，就是这么简单。关于这个第一步啊，现在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家、脑科学家做出了一些研究了。比如说心理学家经过大量的统计研究啊，发现让人们相爱主要有10个因素，包括相貌吸引啊、相似性啊、满足需要啊、刺激感啊、排他性啊等等等等。我们就说这个相貌吧。当然啊，大部分人都喜欢长得好看的人，但是呢，这个每个人喜欢的好看的人啊是不一样的。这个有些人呢长得确实挺漂亮的，但是你对他就没有那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是哪来的呢？关键点就是对方和自己的相貌啊有一定的相似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夫妻相嘛。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和自己外貌有相似度的呢？有科学家研究发现啊，一个人对相貌的审美啊，取决于你童年时期生活在什么样的社区里面比如说一个美国的华人小孩啊，如果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华人社区里面，那么他长大以后就大概率会和华人结婚；而如果他从小生活在一个白人社区里面，那么他大概率会和白人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人对相貌的审美啊，是在童年窗口期植入的。你童年时期最经常接触什么样的人，你长大以后就会觉得这样的人是好看的。我们童年时期最经常接触的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嘛。但是呢，由于威斯特马克效应啊，也就是人性中的一种乱伦禁忌啊，我们不会真的爱上从小一起生活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长大以后找对象呢，就是下意识的会找和自己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外貌相似的人。那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外貌相似，其实也就是和自己外貌相似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和自己有一定外貌相似度的人的原因。那我们在搞清楚这个机制以后啊，在制作 AI 伴侣的时候啊，每个用户啊就可以按照五官好看并且和自己有一定外貌相似度的样子去定制嘛，也就是制作一个你会爱上的相貌，也省得你在交友商圈软件上划了半天照片都划不到一个有感觉的对象，你直接自己定做一个，这样多好。那有人就会说，哎呀，现在这个仿真人的制作水平不行啊，一看就特别假，还有这个什么恐怖谷效应，看得膈应人。但是呢，我们之前也说了，这只是暂时的技术问题，人的科技水平一直在发展啊。就比如说随着这个材料学的不断发展进步啊，你慢慢升级这个 AI 伴侣的材料呗，让对方的样子和手感越来越好，从硅胶 1.0 升级成硅胶 2.0， 科技感十足，对吧？现在很多人类身上也都科技感十足了，而机器人呢，由于没有这个生物限制，它造出来说不定比现在很多人类更像人。
另外呢，科学家对人类爱情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层面了。人类基因序列里面有一组 MHC 基因，这个 MHC 基因相匹配的两个人之间呢，生出来的宝宝免疫力更强，患上癌症的概率也更低。所以呢，当你遇到一个和自己 MHC 基因相匹配的人呢，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对方特别有吸引力，甚至觉得三观都一致各种聊得来，就是想要和他在一起。那么你是怎么觉察到对方的 MHC 基因和自己相匹配的呢？科学研究发现是通过气味，这种气味呢，就是一种携带了基因信息的信息素，对吧？确认过气味就是对的人。1995年在瑞士进行了那场著名的捍卫 T 恤实验，实验人员呢在大学校园里面挑选了49位女生和44位男生，让每位男生连续2天穿着同一件 T 恤，从而在 T 恤上留下自己的体味。2天过去以后，留有男生体味的 T 恤摆在了女生面前，让女生逐个用鼻子闻。研究发现，各个女生最喜欢的气味就是来自于自己 MHC 基因最相匹配的那个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自己的 AI 伴侣设置气味装置嘛，让它释放出那种能够吸引自己的气味，让我们成天沐浴在爱河之中，这样多好。这样最大的好处在于我们在现实中找到一个能够 match 能够匹配和自己有一定外貌的相似度，并且 MHC 基因的表现型也和自己能够匹配，并且呢还得是双向奔赴的爱情，这个几率太小了，可能一辈子也遭遇不到。但是等科技高度发达了，我们就可以给自己直接定制一个 Missed or Miss Right。那有人就说了，我们谈恋爱找到合适的伴侣也不单单看什么外在的匹配度我们要看对方内在是否和我合适他的性格他的三观他和我有没有共同语言能不能聊得来这些更重要那要说到这个 AI 伴侣的内在方面那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可做的就更多了对吧？现在这个 ChatGPT 这么能聊，现在很多人工智能公司还提供这样的业务就是让 AI 模仿某个名人比如说让 AI 以玛丽莲梦露会跟你说话的方式跟你说话，对吧？你要是喜欢御姐风的，就设置成御姐风；要是喜欢白幼瘦呢，就设置成白幼瘦。而且呢，对方跟你不是尬聊对方很有料很有梗就比如说呢，你可以把你的 AI 伴侣设置成一个外语达人，精通各国语言，你看这样多好，你还能跟他一起学外语。由于机器学习技术越来越发达，现在的 AI 比很多人类都更聪明更有料，所以呢，你如果能和一个 AI 机器人在一起它不单单是你的 sex robot 它更是你的良师益友你跟他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他会是你的生活的伙伴和顾问，他会为你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出谋划策，这简直就是最美好的爱情你和他在一起，你因此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并不一定会让人成为更好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虽然有美好的一面，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有让人痛苦的一面。比如说爱而不得，你真心爱一个人却被对方拒绝了，这让你消沉，让你自卑，让你从此看不起自己。比如说你爱的人爱上别人了，为此你成天担惊受怕，嫉妒让你面目全非。再比如说伴侣之间总会有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斗争关系，搞得你好心累，再也不会爱了，甚至搞不好你会碰上一个宅心心，别说成为更好的人了，你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主动选择单身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渴望爱情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爱情里的那些负面的东西让他们不敢再去爱了。但是有了 AI 伴侣以后，我们就可以只要爱情里面那些美好的东西，而剔除掉人与人爱情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你看，人际之爱不仅能够替代人人之爱，甚至能够比人人之爱更好。和 AI 谈恋爱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个 AI 伴侣呢都是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定制的，他跟你特别合适，然后呢他又对你百依百顺的，这不就没那味儿了吗？这不相当于智能版的充气娃娃了吗？你跟他谈恋爱不就相当于在自慰吗？要知道爱情美好的一面也体现在伴侣是具有适度的不确定性的，他有时候会跟你斗气，有时候会跟你斗嘴，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你反而觉得对方是可爱的，是有魅力的，对不对？那科学派会认为自由意志是吧？又扯自由意志是吧？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自由意志，也只有看起来好像具有自由意志的东西。其实这就是看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够不够智能的问题了。你只需要给这个 AI 算法里面加入一定程度的伪随机性，让这个 AI 机器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样就能让它变得可爱了嘛。就比如说设置为挑逗模式没事跟你斗斗嘴，一上来先你说不要，说要没得，这不就有那味儿了吗？好，这个科学派的一些技术信息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哲学虽然科学派一开始认为爱情并不是个哲学问题单纯只是科学问题，但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立场放到一个哲学语境中去考察。科学派的立场在哲学上叫做行为主义，或者叫做物理主义。简单说呢，就是一种结合现代科学版本的唯物主义就是爱情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通过以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能够解释清楚的包括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这种自然科学而那些自然科学解释不清楚的事情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什么是爱情？诗人会回答说 Love looks not with the eyes, but with the mind， 也就是爱用眼睛是看不到的，要用心灵来感知。而科学家会回答说，爱就是表现出爱的行为，爱就是多巴胺啊、荷尔蒙啊、脑神经啊、基因表达，就是这么简单。甭跟我扯什么爱要发自心灵，要触及灵魂，你的灵魂到底几斤几两啊？它可测量、可证伪吗？你倒是把你的灵魂掏出来给我看看啊，对吧？这都是渣男欺骗姑娘的小伎俩，就是啊，虽然我在可测量的行动上对你不够好啊，又是劈腿又是消失的，但是我对你的爱啊是发自真心的。No， 爱就是表现出爱的行为，爱情背后完全就是可测量的物理因素啊。那可能有人觉得以行为主义和物理主义来看待爱情的话，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舒服，对吧？把所有美好的、神秘的上半身的爱情都还原为什么下半身的多巴胺啊、荷尔蒙啊、基因表达，这样对爱情祛魅多不美好啊！但是呢，作为一个21世纪的科学青年，当你为爱而苦恼而满地打滚、浑身抽搐的时候，你要勇敢地站起来，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你要清醒地告诉自己，这就是自然选择在催你生孩子呢。啥爱情不爱情的，它就是物理问题，它就是生物问题。因为说到底，人本来也就是一台机器嘛，只不过是比较复杂的机器，但依然也是一台机器。我们既然能和名叫人类的机器谈恋爱，理论上我们就可以和人工智能机器谈恋爱。当然再说一遍啊，目前的技术水平还不能制造出那种非常逼真、让用户体验非常好的 AR 伴侣机器人啊，但技术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今年造不出来，2030年能不能造出来，2050年能不能造出来，我们不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能造出来。但是理论上，如果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爱情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解释清楚的，那么理论上我们就可以科学的制造出爱情，这就是科学派的看法，你认同吗？好，介绍完科学派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的看法。这第二个派别户外派，它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啊。先说结论啊，黑格尔会认为呢 ，AI 机器人无法取代人类伴侣啊。当然啊，黑格尔是从来没研究过 sex robot 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黑格尔关于爱情的哲学思想里面呢，推导出他对于 sex robot 能否取代人类爱情的看法。黑格尔这一小节呢，分为3个要点啊。其实这3个点啊，在黑格尔的哲学里面啊，是在说同一回事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呢，户外派是不能认同科学派的看法的，爱情并不能被完全还原为什么行为表现啊、荷尔蒙分泌啊、基因表达啊，就是哪怕一个 AI 机器人呢，在种种外在表现方面啊，无论是肢体动作、言语谈吐，还是信息素的散发，方方面面都表现得非常爱我，哪怕看起来完全没有破绽，但这并不是真爱，而只是对爱的模拟。为什么爱的模拟就不是爱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好像呢，你遇到一个女孩啊，各种喜欢，不仅是相貌上互相看对眼，三观还特别相合，特别有共同语言啊，跟你聊了一晚上伊朗伊拉克、康德黑格尔，特别投缘啊，你感觉自己坠入了爱河，终于遇到一个真命天女了。但是呢，你第二天得知这个姑娘啊，是你妈妈觉得你一个人生活在北京太孤单了，花了一大笔价钱请了一个演技特别好的女演员来扮演你的真命天女。那这就不叫爱情啊，这是在表演爱情啊，这就像一个 AI 机器人在模拟你的爱人一样啊。这倒不是说那种能够十分逼真的模拟爱情的 AI 机器人啊，它就完全没有价值啊。但它的价值呢，只是在提供一种爱情服务。这种爱情服务呢，虽然能够带来一些快乐和欢愉，甚至可能会在未来非常普遍啊，但就相当于高级色情片或者高级充气娃娃嘛，它取代不了爱情。因为我们并不会把爱情服务叫做爱情，对不对？因为爱情是不能购买的，爱情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淘宝上买来的爱不是真爱。要考察是不是爱情啊，对方心里面怎么想的就很重要。他是真心想要和你在一起呢，还是图你交了这笔钱然后假装在爱你呢？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想法的机器人？这区别很大。为什么对方心里面怎么想的很重要呢？因为他如果是有自己想法的话，他本可以是不爱你的，而他最终选择了爱你，那这样的爱才是有意义的，对不对？但是 AI 机器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AI 机器人是注定要爱你的，它是 be programmed to love you 的，那这就不是爱嘛。这就像你在玩一款单机游戏啊，你在这个单机版的我的世界里面娶了800个纸片人老婆，但是单机游戏里面的纸片人对你的爱，它不叫爱啊，那叫自娱自乐啊，这其实是一种自恋，你这是在自己骗自己嘛。爱必须是来自于一个同样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者啊，这样的他者必须是具有主体性的。好，这就是黑格尔这一小节的第一个要点，爱者必须是具有主体性的。那什么是主体性呢？简单说就是他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他是另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者。也只有来自于另一个主体的爱才叫真爱，机器人不具有主体性，所以他们不能爱。那于是有学者就说那么为了给这个 sex robot 加入一些主体性，那就给它的算法设置一点随机性呗就像之前科学派说过的那样那这样不就能表现出自由意志和主体性了吗？但是呢，我就问你
无论他随机成啥样，我就问你，你能接受买来的 AI 老婆她拒绝你吗？就是你从淘宝上买了一个机器人老婆，买回来以后呢，你得征求她的同意才能和她做爱做的事情，但是她后来拒绝你了，说我才不喜欢你这样的宅男，死宅男真恶心，呸，于是就跑喽。你能接受这样会拒绝你的机器人老婆吗？怎么着，开盲盒是吧？7天无理由拒绝是吧？那这就是新一期的大问题的选题了。AI 老婆拒绝我，责任算谁的？ A 算厂商的， B 算买家的， C 算 AI 机器人的， D 算国家的。我们说回来如果你不能接受会拒绝你的 sex robot， 那就甭扯什么 sex robot 的主体性，对吧？法国哲学家萨特说过，存在先于本质。但问题就在于 sex robot 是本质先于存在的。这个 sex robot 呢，是 made for being a sex robot， 它就是为了做一个 sex robot 而被制造的，它的本质就被框死了，只能是一个 sex robot。那这种本质先于存在的东西对你的爱，它就不是爱，而是走个流程。但是呢，如果这个 sex robot 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它没有特定的本质，它并不是被框死了，只能做一个 sex robot， 那它如果拒绝了你跑出去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名作家，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可以成为一名快递员，那么它就是自由的，它就是具有主体性的。但是呢，刚刚也说了，你并不能接受从淘宝上买来一台会拒绝你的 sex robot， 对吧？这就属于是底特律变人呢我们这期节目里面不把底特律变人的 AI 叫做 AI 好，我们说回来为什么我们费了半天劲要来说明爱必须是来自于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主体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渴望从爱中得到的并不是如科学派所言的那样是快乐，我们渴望从爱中得到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承认。那什么叫承认呢？或者也可以叫做认可其实简单说也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其他人对你的认可。我们为什么要其他人来认可我们呢？自信点，我们自己认可自己不就得了吗？内核不行因为人的自我意识的确立，也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是由他人的承认才确立起来的。这就像你玩这个单机游戏这个单机游戏你的纸片人对你的承认，那不叫承认那就自嗨是你自己骗自己玩久了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空虚，感觉自己很没有价值。那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得到其他真实玩家的承认，需要一个同样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者来承认你的自我意识，对不对？我们通常都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通过他者的眼睛反射出来的。我需要他人对我的承认，我才会觉得我自己是有存在感的，对不对？人的主体性呢，就是由他者的承认才建立起来的，而承认呢，也只能由一个同样是具有主体性、具有自由意志的他者才能提供的。所以呢，这第一个要点和第二个要点也是相通的。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交互主体的局面，人和人之间有一种主体间性。人呢，也就是在和他人的互动中才建立起的自我，人就是一种寻求承认的动物。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承认，有权力关系下的承认，有朋友关系下的承认有利益关系下的承认就比如说朋友对你说你这款游戏玩得真不错你会觉得自己受到表扬感到欣慰如果你作为领导呢，下属对你说老张你会上的讲话真有格局你会觉得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呢，这些朋友关系的承认权力关系的承认都不是最高的承认。最高的承认是爱。别人对你一般性的承认呢，是对你主体性的确认，而爱这种最高的承认呢，则是对方要把自身的主体性抛舍给你。你想想看当一个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这3个字所蕴含的就是在我的世界里面你最棒，你对我无比重要，我愿意为你而献身。我爱你是最纯粹的、最强烈的、最极端的承认，是对被爱者的人性的绝对的承认，因此也是人性最纯粹的、最大限度的满足。一个被爱过的人才是体会过最高尊严的人。我们寻求爱呢，就是为了寻求一种最高的承认。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你会觉得自己是可爱的，是有价值的，你做的事情，你的生活才有了意义。这就好比说呢你说夏老师，我好喜欢你做的这个大问题节目，我给你点赞投币1键3连那我说你这种点赞投币的承认还不够，你得爱我，你的关注列表里面只能有我，这才是真爱。好，不开玩笑了，我们说回去黑格尔的哲学呢，肯定是不能同意科学派的看法的。因为在科学派看来爱就是一些行为表现，一些生物特征我们追求爱呢，是为了追求快乐。那确实呢，那快乐确实是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实现的极端的方式呢，就是直接刺激你的大脑，直接分泌多巴胺嘛，就跟吸毒差不多了。这就类似于美国哲学家诺奇克说的那个体验机器就类似于缸中之脑一样的设定这确实只是一个生理问题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但是呢，如果爱是一种承认的话，这个他者的承认可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制造不出来的。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就引用过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来描述人类性爱的实质。福山说，征服异性通常就不是个生理满足的问题，人并不一直需要性伴侣，它还反映了人需要他人对其性欲的承认。性爱最深层的形式包括一种渴望爱人对其超出生理特征的某种东西的承认，这种东西就是自己的价值。
这意思就是说呢，爱必然有超越于什么分子啊、原子啊、基因啊、荷尔蒙这些物理和生物因素之上的东西，那就是来自于他者的承认，而承认是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制造出来的。而且呢，如果一个人爱上你了，这个人呢也是你特别喜欢、特别欣赏的那种人，那么他对你的这份爱的承认呢，就更是让你觉得自己有价值。福山有说，如果对我们的价值的称颂或者承认来自于我们所尊敬之人，或者说这些称颂或承认出自于我们所信赖之人的判断，而且这些都出于自由而非强迫，我们就会特别真实啊。简单说呢，这就相当于是我被我关注的 UP 主关注了的感觉，那我肯定要发个动态公示出来，对不对？当然了，这也是很多人喜欢领着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逛街啊，收集人民群众用目光给的点赞承认啊，或者发朋友圈秀恩爱的原理是一样的。就你们看啊，我得到了这份承认，够分量吧？我女朋友够可以吧？她居然跟了我，你看我够了不起吧？你说你从淘宝上买来的 AI 老婆，你能把她领大街上吗？好，说完爱者需要具有主体性，说完我们从爱中寻求的是一种承认，下面呢，我们就来说第三个要点，爱必须是双向的互爱。在黑格尔看来啊，爱必须是 mutual love， 必须是双向奔赴，必须是互关。爱这种承认啊，它必须是双向的承认，单向的承认不是爱，单恋不是爱。为什么呢？因为单恋的实质啊是一种自恋。为什么单恋其实是一种自恋呢？啊，我们之前说了，机器人啊，它不是主体，你爱它，但是它并不能爱回来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机器人只是个工具，只是个奴隶嘛。你说不对啊，我家那个机器人的角色是我的女王啊，我是她的奴隶啊，每天我都对她唯命是从，对她服服帖帖的，每天我都跪下呼唤女王姐姐快来打我啊。但是问题在于，她是被你设定成女王的啦，她其实是被设定成主人的奴隶，而你嘴上喊着主人快来打我，但其实你才是主人。所以呢，你对这个 AI 机器人的爱呢，只是你单方面的单恋，其实质是一种自恋嘛，对吧？你是在自娱自乐，自己在骗自己嘛。而这样的单恋式的自恋呢，是不稳定的，是会坍缩的。为什么单恋式的自恋是会坍缩的呢？说到这个呢，就不得不提一下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了。就说啊，人是寻求承认动物嘛，人都希望别人来承认自己，从而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但是在一开始呢，人们是通过否定他人、征服他人来收获他人的承认的。但是他人也是一个自我啊，他人也想通过否定他者的方式来收获承认啊。因此呢，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为寻求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关系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就是要么你承认我，要么我承认你，要么你服我，要么我服你。其终极表现形式，黑格尔把它形容为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就是我要消灭对方才能实现自我确认。于是呢，那些在生死斗争中豁得出去不怕死的人呢，就赢得了这场斗争，而那些贪生怕死豁不出去的人呢，就认了怂，成了输家。但这个时候呢，赢家不会杀死输家，因为如果赢家杀死了输家，赢家就得不到承认了，死人是不会承认你的嘛。那这个时候呢，输家贪生怕死，跪地求饶，赢家就饶了输家一命，让输家成为了自己的奴隶，赢家就成了输家的主人，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主奴关系。奴隶跪倒在地，放弃了自身的主体性，对主人山呼万岁。主人呢，也就赢得了奴隶的承认，他在奴隶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存在感，确定了自身的主体性。而奴隶放弃了自身的主体性，把自己的主体性全部交给了主人，成为了主人的工具人。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主奴关系就构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了吗？当然不是，这里面还是有矛盾的，矛盾是事物辩证发展的动力。于是主奴关系又出现了反转。首先，奴隶这边的辩证反转我们之前在唐卷之争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奴隶在劳动中收获了自我认同，找回了自身主体性属于是底特律变人了底特律变人咱们这期节目里面就不多说了，我们重点还是来看主人这一边的辩证反转就这个主人在赢得了生死斗争以后呢，赢得了奴隶的承认，奴隶呢完全放弃了自身主体性，完全受主人的控制。但是呢，这个吊诡的地方就在于一个人想要得到他者的承认，从而确立自我这个他者必须也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嘛，也必须是具有主体性的嘛。而奴隶完全放弃了自我，成了工具人了。那么奴隶对主人的承认全部都是来自于强制，奴隶不可能不承认你。那在这个意义上，奴隶和 sex robot 一样，哪怕是被设定成女王的 sex robot， 都是 be programmed to love you 的。那么你得到这么一种不可能不的承认，这算什么他者的承认吗？对吧？你跟他说什么，他们都会说对，这就是一个只会奉承你的机器人嘛，对吧？吾与臣北徐公孰美？对方只会回答记你最美。那这样舔狗式的奉承就没有任何价值吗？这不就又回到单机游戏里面只骗人对你的承认了吗？又成了自己骗自己的自恋了吗？于是作为主人的你呢，就觉得自己很空虚很缺爱，你才意识到通过 PUA 这种打压对方的方式得来的舔狗式的爱就没那味儿了。
其实主路辩证法的道理，我们之前用大白话已经讲明白了。黑格尔哲学的这3个要点是相通的嘛。在这里再拿主路辩证法再说一遍更多是要强调单方面的爱，主人对奴隶的爱其实是一种自恋，这种自恋是不稳定的，是注定要幻灭的。而一种真实的爱、稳定的爱、持久的爱，必然是一种双向奔赴，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 mutual love。那么双向的爱和单向的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还记得之前说过的吗？人们在一开始寻求他人的承认是通过否定他人的方式来进行的，但这形成的呢是一种单向度的主奴关系，而双向度的爱对承认的寻求是通过否定自我来实现的。那怎么就叫否定自我呢？大家知道当我们遭遇爱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是特别有魅力的一个人，就觉得对方很神秘，他古灵精怪，我猜不透对方的心思这就是所谓的他者的他异性嘛。我们之前在他性问题的节目里面专门介绍过这个他者的他异性简单说就是他者和自我不一样的地方嘛。那我呢就会尊重这种他者的他异性，想要去认识这种他异性。那怎么认识呢？我就会否定自身的主体性，否定掉自己部分的自我意识，而融入到对方的意识里面。也就是我呢不再以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对方，而把对方看成自己的一个客体，而是呢我会以对方的视角去看待他。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呀？他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伤心难过他有什么样的愿望对吧？我会从他的视角去看待他，简单说就是我被夺舍了。当然这并不是单方面的，只有我在否定自我意识那要不然又成了舔狗式的单方面的爱了。我们彼此是互相夺舍，对方呢同样也是在否定自我意识嘛，而融入到我的视角来看待我的，对吧？这样我们俩不就心心相印了吗？这也顺带解决他心难题了，双方各自的他异性都通过自我否定而被克服了。于是呢两个人的小心灵融合成了一个大心灵，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颗孤零零的自我意识漂泊在空旷的宇宙里面了。其实用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爱是一种妥协嘛，相爱的双方都得为另一方考虑，各自相互迁就，都得修剪和裁切自我去迎合对方，这样才能建立一种稳定持久的恋爱关系。但这也并不是说爱情纯粹都是在否定和修剪自我这就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精髓了。你在这个层面的自我否定呢，却造成了在更高的一个层面的自我肯定，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阳气。我在爱情中丧失了自我，但又在更高的层面找回了更好的自我。这也就是从我到我们的辩证发展过程。我否定了我，而加入了我们，于是我就在我们这个共同体中成为了更好的我。这就是黑格尔所描述的爱情实现的过程。当然了，黑格尔的各种哲学都是相通的嘛，他的爱情哲学也就是他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人类历史开启于主奴斗争，因而早期的人类社会都是奴隶制社会，都是不平等的等级制社会。而爱呢，则是一种导向人类平等的力量。主奴关系由于其内部的不稳定性，最终会辩证发展成双向互爱。人类历史于是就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稳定的状态，人人平等，这就是最后的人的状态。这大概也就是福山的那本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意思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为寻求承认的斗争关系，而是互相承认、普遍互爱的关系。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故事结束，历史终结 End of the story 以及 End of the history。 虽然呢，理想的结局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嘛。要实现理想结局，中途必然会经历种种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说，爱情必然是伴随着痛苦的，因为你要否定自我嘛。我们之前说了，爱情必然伴随着一种对自我的修剪和裁切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并不是轻松愉快的。就像黑格尔认为，历史的终结也是不可避免的伴随着包括像战争这样必要的恶来推进的。有的时候爱情也会给人带来暴击。他用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希泽克的说法就是，当你遭遇到爱情，你本来平常的生活失去了控制，一切都毁了。除了战争，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爱情能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暴力冲击了。而且呢，黑格尔的这种所谓的双向互爱的实现还具有很多的偶然性，就是你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和你双向奔赴的那个人。有的时候呢，你在寻寻觅觅以后，以为自己终于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了那个对的人，也对那个人敞开了自我，掏心掏肺，展示出了自己最柔软的地方。结果对方却用最冰冷的忽略或者背叛，一刀扎在你最柔软的地方，扬长而去。于是你不敢再爱了，因为追求爱情太危险了。从此人们想要的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安安全全的爱情，企图让 AI 机器人来提供爱情，就是这种对舒服和安全的爱情的幻想。就像之前科学派所主张的那样，人们要寻求一种不含痛苦的爱情。
但是不含痛苦的爱情，用齐泽克的话说啊，就好像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淇淋一样。那这样的爱情还是爱情吗？爱情必然是蕴含痛苦的。那种所谓不含痛苦的爱情，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爱，而是主人与奴隶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单向承认。这不是爱情，这是自恋。好，这就是黑格尔哲学对于爱情的看法，爱是互爱，单恋只是自恋。那这个时候呢，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跃跃欲试，准备登场了。爱情必须是双向奔赴吗？这黑格尔认为啊，人和机器之间的爱呢，它只是自恋，所以不是爱情。那么拉康会说，爱情的本质其实就是自恋。不仅人与机器之间的爱是自恋啊，人与人之间的爱其实也是自恋。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雅克拉康出场。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啊，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 AI 伴侣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理论呢，以不说人话著称，其晦涩程度比黑格尔更深。但是呢，我们今天并不是来讲拉康理论的，而是拿拉康理论来说事儿，来说 sex robot 的事儿，或者说来说什么是爱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尽量避免使用拉康的术语啊，否则这个事儿就说不清了嘛。好，我们说回到爱这个事儿上来啊。在黑格尔看来啊，爱必须是双向的互爱，否则就是单向的主奴关系，没有主体性的奴隶是无法给出真正的承认的。但是拉康会说，所谓的爱情的本质啊，其实就是单向的承认，你的爱人只是你用来自我满足的道具。通常呢，人们说我爱你这句话呢，是必然期待着回应的，而不可能只是一种单方面的宣称嘛。也只有对方也回应了我爱你，这才构成了爱嘛，对不对？所以黑格尔才会认为爱只能是互爱。但是拉康会认为，恰恰是因为人们说我爱你这句话是期待着回应的，所以爱是一种自爱。为什么呢？你想啊，你说我爱你，为的就是让对方爱回来嘛。你说我爱你，其实是一种诱骗，是为了让别人来爱你。你并不想真正爱别人，你只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爱。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之前在讲黑格尔的时候说了，人是寻求承认的动物，人也只有收集了他者的承认，才能获得自我确认。所以你真正想要的，当然不是像个舔狗一样去承认他者，而是想获得他者对你的爱，这样你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有尊严的，对不对？你对对方做出的我爱你的宣称啊，其实是用来诱骗对方来承认你的尊严的手段，而对方这个所谓的你的爱的对象啊，只不过是你用来自我满足的道具。这种状况呢，在性爱中尤为明显。你想想是不是啊？你和你的爱人在做爱做的事情的时候，你难道是为了服务对方吗？是为了让对方快乐吗？不是的，多数情况下，甚至所有情况下，你做那事儿啊，主要就是让自己快乐，你主要就是利用对方的身体来实现自己的快乐。性爱完全就是自爱，是自我满足。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明安老师在他的《论爱欲》这本书里谈到拉康的爱情观的时候啊，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就说什么叫失恋？失恋就是自己不被承认的，因此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损伤嘛，对不对？如果爱情是对他人之爱的话，那就不存在失恋这种事情了嘛，你完全可以永远的一直爱着对方啊，那这种爱就永远不会失去啊。所以啊，说到底啊，爱就是自爱，是利用对方对自己的承认来实现自我满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啊，拉康意义上的爱情啊，在黑格尔意义上就是一种主奴关系的确认，就是主人寻求奴隶对他的承认，用来自我满足，把奴隶当成了自我确认、自我满足的工具人了。因此呢，在拉康看来，所谓的爱情关系啊，必然伴随着主奴关系，必然有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你爱上一个人啊，最终是为了成为他的主人，爱情是一种驯化关系。好，拉康意义上的爱情就是一种主奴关系。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刚刚在讲黑格尔的时候不已经说过了吗？奴隶由于丧失了主体性，他对主人的承认啊，并不是真正的承认，对吧？ PUA 得来的爱就没那味儿了嘛。但是拉康会说，确实呢，奴隶的爱是没那味儿的，但是在拉康看来，从来就不存在有那味儿的爱。所有你从他者那里得来的承认都是自我欺骗，爱情关系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的是幻想。
这个黑格尔会认为啊，爱必须是双向的爱，是双向的承认。两个相爱的人呢，通过否定自我意识，各自消除他异性，最终呢，两个人的心灵呢能够融合在一起。但是拉康认为人性之间啊是根本不可能互通的。如果拉康来回答这个他心问题啊，他会说啊，他心难题啊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人性之间无法真正互通，主体间性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永远有一堵语言之墙横亘在人性之间，这个语言之墙就是来自于象征秩序啊，也就是语言秩序。由于这个语言之墙的存在，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和他者相遇，即便是在爱情关系中，我们也无法真正和对方在一起。那有人就疑惑了，我和我的爱人成天朝夕相处的，怎么就没能真正在一起呢？这个拉康会说啊，你成天直接打交道的并不是你的爱人，而是你对你的爱人的幻想 fantasy。 任何爱情关系都是通过幻想作为中介的。这怎么说呢？我们之前说过了，我们的爱人啊，其实是我们用来自我满足的工具人。那对方具体是什么样的工具呢？这个工具啊，就是一面镜子，对方就是一面镜子。你把你对他的爱的幻想，准确说是你把你对他对你的承认的幻想投射在他这面镜子上，为的呢是让这种幻想呢在这个镜子上反射回来，让自己看到我们爱他人其实爱的是我们自己啊。当然你不是自觉的刻意的这么自欺欺人的，你会不自觉的真的就相信对方就是这么爱自己的，但这一切呢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嘛。这并不是来自于他者的承认 recognition， 而其实是一种镜像误认，是 misrecognition。 就是镜子里面反映出来的各种动作啊，其实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嘛，但是你却把它当成是镜子这个他者做出来的，你当真的以为镜子这个他者啊真的很爱你啊，但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呐。所谓的爱情其实是一种顾影自怜，爱情其实是自怜。我们在爱情关系中永远无法真正和对方相遇，都是我们自己在和自己的幻想打交道。在这个意义上呢，拉康说出了那句名言，性关系并不存在，并不会有真正的双向奔赴的爱情关系，我们爱的都是自己的幻想。就比如说你和你的女朋友在做爱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的东西，你敢告诉你的女朋友吗？你不敢吧？放心好了，你女朋友那时候脑子里面想的东西也不敢告诉你的。看似是你俩之间在互动，其实你俩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幻想在互动，你俩属于是各玩各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就可以推导出 sex robot 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取代人类伴侣啊。因为如果有人批评说啊，你和 sex robot 的互动呢，其实你和你自己的幻想在互动，那拉康就会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没差了，都是通过幻想作为中介的。那既然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能够通过幻想作为中介进行下去，那为什么人机之间的爱情就不可以呢？甭说人会爱上 AI 机器人啊，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爱上了自己养的小猫小狗这样的宠物了，对不对？当然这个爱并不一定是男女之间那种性爱啊，但也说明了我们爱的是幻想。现在很多人都把小猫小狗当作家庭成员一样相处啊，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女儿弟弟妹妹。但是对于这些小猫小狗而言，他们自己能 get 到什么儿子女儿弟弟妹妹这些概念吗？而你每天还和你的小猫小狗唠半天嗑，说的跟真的似的，好像跟他们在倾诉你的感想，好像他们真的在倾听一样。但这一切不都是你幻想出来的吗？甭说爱上宠物这种小动物了，你也会爱上你家里的毛绒玩偶，对不对？比如说你床头的毛绒小熊，你把它想象成自己的孩子、朋友、伙伴、爱人，他跟你还有特定的历史啊，你们初次相遇是在哪里？他是怎么来到你们家里面的？你们有什么样共同的遭遇啊？这故事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你每天还问他，哥哥每天上班离开家以后，你每天都在家里面做什么呀？对吧？玩具总动员了属于是。要是有人趁你不在的时候啊，把你的毛绒小熊往垃圾箱里面给扔了，你看看会不会有种丧子之痛？这其实已经是很多现代的宅男梦女的普遍现象了。就是很多二次元宅男不已经爱上纸片人老婆了吗？包括很多追星族啊，他其实跟他的 idol 之间啊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交往啊，但是你要跟他说哥哥的不好，他真的会跟你拼命的啊。这例子我就不跟你们举了，太多太多了。有爱上纸片人的，有爱上 idol 的，有爱上充气娃娃的，还有爱上扫地机器人的。所以我们说回来，既然我们爱的是幻想，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和 AI 机器人相爱呢？这个 AI 机器人啊，还能把我们的幻想发挥到极致，对吧？要幻想就幻想个大的嘛，你可以按照你的幻想的完美对象来定制它，最大限度的迎合你的幻想，这样多好。听到这个呢，你可能觉得还是有点不可思议，觉得拉康说的这个也太武断了吧？为什么我们爱的都是幻想呢？这就要大概介绍一下拉康的一些哲学思想了。为什么说我们爱的都是幻想呢？我们这里就要介绍一下幻想在人的欲望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了。我们要知道啊，人都有欲望，并且人的欲望不可能被彻底满足，欲望总要保持着欲望的再生产，就是你会不断的不停的会有新的欲望对象冒出来啊，就是在欲望对象 A 身上看似获得了一种满足，但满足了以后呢，总有剩余，满足了好像又没有满足，于是就冒出了新的欲望对象 B， 然后一轮又一轮，永无休止啊。那么幻想在这里起的基本作用就是它总会让你产生一种最终幻想，就让你觉得啊，只要我得到下一个欲望对象啊，就下一个啊，就一切都
都好啦，我就幸福圆满啦，任何烦恼、任何不满都会被消融掉啦。就比如说呢，你总会觉得啊，我只要换一个 iPhone 15以后，一切都会好啦，或者买套房子以后，一切都会好啦，或者娶了小芳以后，一切都会好啦。仿佛只要获得了这个特定的欲望对象啊，任何问题都会被消融掉了，一切的一切都会进入一种纯白色的至善状态。然而，当你换了手机、买了房子、娶了小芳以后，你才意识到，就这，你才发现一切的一切并没有被消融掉啊，你并没有因此进入纯白色的至善状态啊。这时候你又开始幻想了啊，不对，我之前没有想清楚，现在我大彻大悟啦，我现在只要和小芳离婚，再跟小圆结婚的话，一切都会好啦。在拉康看来，黑格尔所谓的双向奔赴的圆满爱情啊，就是一种最终幻想。同理，历史的终结也是一种最终幻想。拉康会说，所谓的圆满爱情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终结。但是人总是免不了会不停的幻想啊，只要这样，圆满的爱情就会实现的，故事就会圆满结束的，历史就会终结的。所以幻想的作用机制就是，明明人的欲望不可能被完全满足，甚至我们自己在道理上就自觉的知道人不可能完全圆满的，但幻想的作用就是，它总是不可抗拒的让你再度相信啊，只要满足下一个特定的欲望对象，你的生活就完全圆满啦。于是欲望的再生产就能这样源源不断的进行下去了。欲望不可能被任何具体的欲望对象满足，因为欲望真正的功能是保持欲望，所以在拉康的意义上，人真正的欲望其实是对欲望的欲望。那么为什么人的欲望不可能被彻底满足呢？这就要说到拉康意义上的主体 subject。 拉康意义上的主体啊，它不是具有自我同一性的主体啊，而是一种分裂的主体 split subject， 是一种残缺的主体，匮乏的主体。就是你始终会有一种匮乏感、残缺感，你不可能真正感受到有一种持续的圆满的感觉的。这种圆满的感觉呢，在你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的时候啊，体会到过，就是那种完全与你的世界交融、天人合一那种完满的感觉啊。但是，一旦你脱离了母体以后，尤其是进入了这个语言秩序以后啊，你的欲望就被符号阉割了，总会有剩余，你就永远无法满足你的欲望。人的所谓的最终幻想呢，其实就是要回到母体里面，回到原初的美好，回到妈妈的怀抱。但是，一旦我们进入了语言秩序以后啊，主体就再也不可能真正回到这种原初的完满状态，因而主体总是残缺的，总会有一种匮乏感或者孤独感。由于这种残缺感呢，主体总是幻想着能够回到原初的完满。那怎么办呢？就是不停地寻求他者的承认，主体需要通过他者的承认来实现自我确认和自我满足。拉康说，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是一种他者的欲望，这个自我确认的过程永远不可能完结。由于象征秩序的阻隔，正如自我永远不可能真正和他者相遇一样，自我和自我也永远无法真正和解。你总会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他异性，你总会觉得自己是陌生的、疏离的。说这个呢，就好像柏拉图写的《会影篇》这篇对话录啊，这个《会影篇》的主题就是在讨论什么是爱。在这篇对话录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就说人上一辈子啊都是圆球人，就是有2个头、4只手、4只脚，是圆球形的。这种人呢，力大无比，特别强大。但是呢，由于得罪了众神，被神劈成了2半。然后被劈过的半人呢，就总会有一种受伤带来的残缺感，就总会觉得自己不够完整，总是伴随着孤独感，因而总想着要恢复到原来完整的状态。于是呢，我们这些半人这一辈子的使命，就是找到散落在世间的另一半，和他结合在一起，恢复到本来完整的状态。在拉康这里呢，和会影片一样啊，我们这些半人总是残缺的，总是孤独的。但是呢，和会影片不一样的是，人会影片的故事里面呢，还许诺了人可以通过找到上一辈子另一半合体来恢复整全状态啊。虽然找到的概率很低啊，但是还是有一个另一半散落在世间的，对不对？但是在拉康这里，找到另一半恢复整全啊，就是不可能的。当你和某一个具体的人在一起呢，你都会发现对方其实并不是那个幻想中的上一辈子的另一半，那个能够让你恢复整全的另一半是一个幻想。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幻想啊，我们总会幻想只要获得了下一个欲望对象以后，我们就能回到原初的美好了。于是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幻灭，又持续冒出一轮又一轮新的幻想。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不断的这么一轮又一轮的幻灭以后，又持续冒出一轮又一轮的新的幻想呢？这么孜孜以求，心向神往呢？这个东西啊，就是来自于那个我们想要回到的那个远处的美好。就是象征秩序在阉割我们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啊，从象征秩序的缝隙中啊，飘飘忽忽的钻进来了。但是呢，我们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因为它穿过了语言秩序的阉割了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但就是想要。那个我们说不清楚的，但让我们又为之神往的神秘的东西呢，拉康用一个德语词来形容它，叫做 das Ding 啊，英文翻译是 the thing。有学者把它翻译成大写之物啊，有的翻译成物啊，有的翻译成原质。我觉得啊，无论把它翻译成啥，都词不达意，因为 das Ding 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描述之物嘛。我倒觉得啊，采用一种直译的效果啊，反而更传神。我把这个 das Ding the thing 翻译成那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东西。那到底什么是那东西啊？不可描述，就是那东西。好了，这个拉康的哲学越说越玄乎啊，咱们到此为止了。主要还是为了说我们能否和 AI 机器人相爱这个事儿啊。那既然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无法真正相遇，我们都是通过幻想作为中介而互动的，那么完全可以把我们爱的幻想投射在机器人身上啊。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派研究拉康的学者呢，他们认为啊，即便按照拉康的理论啊，机器人也取代不了人类伴侣。为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机器人没有那东西。荷兰特文特大学的博士生马伊克·范德霍斯特，他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拉康视角下的性爱机器人问题啊。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拿拉康写这个 sex robot 的，跟我想一块儿去了。范德霍斯特就认为呢，机器人不能取代人类伴侣，因为人机之爱和人人之爱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机器人没有那东西。就是哪怕是再高级再智能的机器人啊，它没有残缺感啊。用范德霍斯特的话说，就是机器人 lack the lack， 意思就是机器人身上缺乏那种匮乏感，机器人啥也不缺，机器人本身就是圆满的，对吧？这机器人太完美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人恰恰是因为它是有残缺有缺点才是可爱的。我们爱一个人啊，爱的其实是对方的缺点，对方正是因为有残缺，我们才能将自己的幻想投射过去。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反而是不可爱的。机器人没有那东西呢，就是说机器人缺乏那种说不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但就是想要的那种状态。简单说就是机器人没有那种向往整全、向往回归到原初美好的那种幻念。说这个呢，我就想起了《爱死机》第1季里面那个名叫骑马的机器人艺术家，他一生都在探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问题啊，执着于一种特定的蓝色。为什么执着于这种蓝色呢？原来骑马一开始呢是一台清洗游泳池的机器人，由于他当时的女主人呢是一个 AI 工程师，就不停地试图升级这个清洗机器人啊。于是这个机器人意识觉醒了。当骑马意识觉醒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游泳池瓷砖的颜色，就是后来他孜孜以求的那种蓝色啊。最终呢，骑马在功成名就以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作品发布会。他在一个铺满了这种蓝色瓷砖的游泳池里面分解了自己的身体，又回归到了那个简单的清洗机器人的状态，算是以一种回归母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有意识的生命。死了，但也回归到了原初的美好，或者说我们永远也回归不到原初的美好，除非我们死了，对吧？除非是像骑马这样的机器人啊，我们大概会说骑马身上有那东西。但是咱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那机器人要造成像骑马这样，那这个设定也太科幻了，估计在可预见到的未来都造不出这样的机器人啊。咱们今天节目里面讲的机器人啊，达不到骑马那种想要回归母体的冲动。好，说回来啊，如果机器人没有那东西呢，范德霍斯特认为啊，它就不单单是不性感，它就是和性无关的。也就是说呢，它都不是 not sexy 的问题了，而是 not sexual。然后呢，你跟这些没有那东西，应该 not sexual 的机器人做爱做的事情的时候呢，这样就会产生一种 uncanny feelings， 有这种好奇怪的感觉，就是突然啊，你会有一种抽离感。我是谁？我在干嘛？我床上到底躺着是个啥？他到底是人还是机器？那我自己到底是个人还是机器呢？我自己也好奇怪哦。差不多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吧。这差不多就是范德霍斯特对 sex robot 不能取代人类伴侣给出的论据啊，机器人没有那东西。但是呢，我们顺着范德霍斯特这个论据啊，其实啊也可以给出一些相反的论据来说明人类还是可以和机器人产生爱情的。当然还是在拉康理论的框架里来反驳啊。就说呢，就算我们承认机器人没有那东西，但是问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该无教对人的异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现代人也都没有那东西了。那么这些没有那东西的人彼此可以谈恋爱，那么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同他们一样没有那东西的机器人谈恋爱呢？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人越来越被物化、商品化、流程化、标准化，成了不断消费、不断异化劳动，然后又继续不断消费的机器。随之，人的那东西也被物化、商品化了。这怎么说呢？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大意识形态啊，就是引导我们这些匮乏的主体把自身的幻想投射到商品之上。资本主义给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啊，就让我们相信啊，只要购买到某件商品，然后整个人生都幸福圆满啦，对吧？等我买到那台空气加湿器，一切都好啦，或者等我到手那台 iPhone 15，一切都好啦。但是呢，我们之前说过，欲望会永远在生产，所以呢，等你拿到那部 iPhone 15以后，你会发现就这，然后呢，又开始相信啊，等我买到那部 iPhone 15.5，一切都好啦。然后永无止境，这个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割韭菜的进程不就能一直持续下去了吗？同样的道理呢，资本主义下的男女爱情也被异化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啊，寻找一个合适的浪漫伴侣和购买一台称心的空气加湿器啊，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人们在交友软件上呢，纷纷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商品啊，展示出自己美颜过的照片，写上自己的学历、职业、收入，去过哪些国家，平时有什么品味的业余爱好啊。这些标签呢，都能换算成数值，然后通过大数据的推荐匹配到另一个数值相近的商品，然后就开始约会。
然后约会呢也跟走流程似的，就是先找个饭馆坐下吃饭，然后进入我考考你的环节，然后呢聊聊电影，聊聊音乐，然后再聊聊康德，然后说我家也有好康德，反正就一整套固定的流程和话术就把对方带回家了。然后完事进入贤者模式以后呢，你幻灭了，你发现这个约会对象并没有让你回复到原初的美好啊，然后又开始幻想啊下一个才是最合适的，对吧？一轮又一轮，永无止境。现代人啊，把爱情当成是一种纯粹的欢愉和快乐啊，走个流程呢，为的是收获快乐。然后呢，这份快乐你消费完了啊，你幻灭了以后呢，又要再去购买下一份快乐。爱情成了制造欢愉的永不停转的机器。我们之前说过啊，爱情是包含痛苦的，但是呢，现代人把爱情当作是商品一样在消费，企图撇除掉爱情痛苦的一面。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不就写过一本书吗？名字就叫做《爱欲之死》，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也就像之前提到过的齐泽克的说法啊，我们想要消费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淇淋，以及不含痛苦的爱情。现代人寻求不含痛苦的爱情，那就只能是和 sex robot 之间的爱情喽。说到这个呢，我不得不分享一个齐泽克说过的笑话，我稍加改动以第一人称复述一下。就是说呢，在这个时代最理想的约会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最理想的约会状态就是我在交友软件上滑到一位女士啊，我们彼此看对眼，然后呢，我们线下也很聊得来啊，还是那整套流程来一遍，聊聊电影，聊聊音乐，聊聊康德，然后我家有好康德就到了我家。然后到了我家以后呢，他从他的包里面掏出一个他自己平时用的一种电动的什么棍状的一种高科技装置吧。那我呢也拿出了我平时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啊，反正有一种高科技的套装的能够收缩大小的电动装置吧。在这个时代，最理想的约会状态就是他把他的枪装进我的枪套里面，让这两个东西在一起连接、震动、翻滚吧。这两个东西能够爱到永无止境，能够永远在一起啊。然后呢，我和这位女士就该干嘛干嘛了，我俩就能永远在一起了呀，因为这样就不会幻灭了呀。我俩各自的 sex robot 的永远在一起，使得我们也就能够永远在一起了。这就是这个时代最理想的爱情。在现代消费社会，爱被异化成了制造欢愉的永不停转的机器。在消费社会被物化了的人，他们的爱欲已死，他们自己都躺平了，他们本身就已经是没有那东西的人了，对吧？那些从交友软件划来的人，他们也都是互相走过流程，互相把互相当成了机器人。在这个人越来越像机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那些被物化了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和 AI 机器人在一起呢？好，说到最后，总结一下自爱派的看法啊。在拉康看来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啊，本身就是单向的，是残缺主体把自身的幻想投射在对方身上，以实现自我满足。因此，理论上啊，人也可以把幻想投射在 AI 机器人身上。但有学者指出啊，机器人没有那东西，因而无法对其投射幻想。但有另一学者指出啊，在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也没有那东西了，所以也不是不能和 AI 机器人相爱啊。你觉得自爱派中的这两派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呢？好，介绍完自爱派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机器人取代人类伴侣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的问题节目，我们探讨了 AI 伴侣机器人能否取代人类伴侣的问题。简单总结一下，以利维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爱情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解释清楚的，因而理论上就是可以被科学的制造出来的。因此 AI 机器人理论上就是能够取代人类伴侣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互爱派主张，爱必须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双向互爱，而人与 AI 机器人之间的爱呢，就是一种单链式的自恋，这种单链式的自恋是不稳定的。以拉康为代表的自爱派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本来也就是单链式的自恋，是残缺主体把自身幻想投射在对方身上以实现自我满足。当然，对于能否把自身幻想投射在 AI 机器人身上，不同的自爱派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期节目分享的这三个派别对 AI 能否取代人类伴侣的回答，你认为哪一派更有道理呢？或者关于这个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有道理的回答？我们最后说回柏拉图的会影片啊。之前介绍的圆球人的故事呢，是会影片其中一个发言者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发言啊。而我们作为柏拉图对话录主角的苏格拉底，在会影片中对爱的定义是：爱是人们对不朽的渴望。大家知道啊，生命的最大的恐惧啊就是死亡，而爱让我们对不朽有一种向往。我们怎么追求不朽的呢？有的人呢是通过肉体的方式追求不朽，遇到美丽的身体呢，就想要和它生育后代，那哪怕自己死了呢，自己的基因也能够在后代身上延续。那有的人追求不朽呢，是通过收获别人的承认，从而获得名望，那哪怕他死了，他的名字依然被他人记住。当然了，在柏拉图看来，最高的追求不朽的方式是直接与永恒的知识和理念相连接，也就是爱智慧 philosophia， 或者翻译叫做搞哲学。哲学本身也就是一种爱欲了。本期节目呢，是借由 AI 伴侣机器人的问题来进一步探讨爱的问题。我们追寻爱情究竟在追寻什么呢？是快乐吗？还是他人的承认？还是自我投射的幻想？或许这个大问题呢，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个问题。第一，爱情具有超越性吗？还是爱情就是肉体的、物理的、形而下的？第二，爱情必须是两个人心心相印、双向奔赴的吗？还是
真正能让我们持续爱上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幻想。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